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.5周年版本新角色双刃伊贺的测试影片。这一集是下集，主要为各位介绍水鹤的实战体验心得与最后的抽取建议。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这边主播先展示大招实战部分，主播将1到4式的特性分开做一下说明。首先是第一式双刺击，释放瞬间会朝前方发射出一道冰冻 BOSS 的冰山，然后再发射数道冰锥。这段攻击虽然是强控制，但是与放出的时间有一点延迟。慢放下可以发现 BOSS 是移动一段距离才被冰住，然后后续的冰锥才打在被冰住的 BOSS 身上。而这一式的冰冻也能捕捉到快速闪现的 BOSS， 不过就会少掉强控制前的冰山伤害。在2式双血聚会在按下去的瞬间，在 BOSS 的位置产生具有缓速效果的风暴，持续过程中 BOSS 仍可以攻击与移动，因为是追踪所以能打背板。释放时基本上可以无脑点，不论 BOSS 的位置在哪，命中率都很高。但是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只是缓速 BOSS 仍可以发动攻击，非常容易因为风暴遮挡看不到弹幕而受伤。再来3式双剑凝，个人觉得是水鹤大招中最难掌控的一段技能。释放后经过一段延迟，只会朝水鹤正前方发动攻击，没有背板攻击或者追踪的能力，只有命中时带来的缓速。因此在打不可消 BOSS 时，双剑凝的命中率会非常堪忧。这边建议搭配怜惜或丛林的控制来辅助大招3式完整的打满。最后是终结技能双鹤舞，时长8秒，全程无敌。一经释放会直接对 BOSS 造成定身，可以利用这种机制来躲避弹幕。但是也要注意，如果 BOSS 无法命中或者没有 BOSS 的话，双鹤舞的技能会提早结束，只剩前段的飞鹤打在空处，没有飞天无敌的那一段。不过实战中测试最过动的犬太郎，就算是顺斩的过程中，大部分都可以瞬间定到刚闪出来的犬太郎本体，从而打满伤害。不过还是有少部分时候刚好定到闪进虚空的那一刻，会直接空掉全部的伤害，所以还是建议不要赌运气比较好。4式全空伤害少非常多。在大招释放最常搭配的就是怜惜，水鹤目前正好搭配西兰，可以获得300点攻击与300点水系伤害加成。大招出伤到结束的时间也正好符合西兰所提供的加成长度，我们这些早早抽到满命西兰的玩家，正好能让水鹤变成输出的完全体。另外，主播也尝试了能不能在准白跳4阶封印前，只靠大招的控制把忍术完整的开完。这边测试起来，如果是在跳阶段前1式冰刀后跳阶段的话，虽然2式会因为准白闪掉而空了一些伤害，不过3式的延迟刚好能完整的打中，并且在被封印前进入终结技能，只需要狂点大招就可以打满。那如果2、3式搭配丛云的话，甚至能让准白从头到尾都站在原地。再来是有关水鹤的主动技能双星飞鹤的测试，这边帮各位复习一下。释放后会产生双星层数+1的飞鹤，每一只可以抵挡1次攻击并减伤50%，最长持续到8秒就会自动飞出。那如果身上没飞鹤，也会提早结束减伤，时间内也可以再次点击技能主动来射出。这边测试完之后，主播发现飞鹤的追踪能力超强，甚至堪比雷公所射出来的追雷石。只要射出时 BOSS 是能够命中的状态，飞鹤就会追过去命中，并且飞鹤数量减少也是有 CD 的。如果一次受到大批量的连续伤害，像是王剑的连续冰锥，或者是跑图时的大排尖刺，虽然是多次探店攻击，但是一定时间内只会消耗1只飞鹤，可以说是保命能力颇强的技能，在跑图中还能拿来刷经济。并且到了5命以后，发动双星飞鹤就能恢复25%血，搭配减伤，相当于8秒内多了50%血，非常大程度保障了水鹤的生存能力。另外，水鹤有个天赋是双刃层数，如果到达3成以上会强化飞行能力。这边主播展示给各位看一下，左边是没有被动，右边是强化飞行后，同样都是3段跳加主动飞，但是很明显的飞行时间被大幅强化，原本只能飞行半秒，3成以后就能飞到接近2秒。这边主播特别找了机制相同的子源，以雷域状态下进行比较，可以发现水鹤的飞行时间比子源的还更久，代表子源能躲的板，水鹤都能躲。同理，在很多需要3段跳飞的跑法中，3层双刃强化过的水鹤在跑起来手感都非常的不错，不用担心飞行时间不足的问题。不过如果套装没练羽毛的话，在跑图路线的选择可能就要使用3段跳路线，不然操作上难度会变得非常高，短飞只能用于救场使用啊。
最后来到主播的抽取建议啦。经过了整段的测试下来，主播对于水鹤可以说是非常的看好。以目前的所有忍者来说，满命水鹤的生存能力仅次于开着防御状态的紫猿。简单来说就是特别能活，各种机制来说也非常配合水系的特质，缓速与冰冻更是功能性的上选择。而上一只水系忍者已经是1.5周年的落青，水鹤应该能接力称霸水系至少1年的时间，趁早投资练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从各方面来说，都建议所有玩家最少抽一只出来慢慢养成。那至于命格要抽到哪，主播觉得如果是无氪就先抽1只，放修炼至少到2命开满援护技能。小氪玩家抽出来可以买2包命格礼包，弄到4命，让双刃层数到达5层，获得最高的攻击加成。那也让双刃层数不容易掉到3层以下，维持强化飞行的能力。而如果是有点资本或者提早囤水鹤的玩家，建议直上5命，这样双星飞鹤就能让水鹤多活一阵子，整体的伤害平均也变得更高。后续可以的话就慢慢修炼。那6命的系数是真的非常高，双刃打击在战斗中也能消除不少弹幕，让战斗难度变得更低，所以推荐以2、4、5、6命为抽取目标。那最后是主播帮各位整理的4属性最强忍者比较啦，各位就自行观看，主播就不多说明了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关于水鹤的全部测评。有任何问题或者有对水鹤的规划想跟主播分享的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，主播有空就会认真回复各位。还没看过专武从云之双语测试的，可以点击连结跳转，还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